当你来到新疆，可以看到如诗如画的风景，比方说草原、雪山、河流、戈壁、沙漠、峡谷、湖泊，应有尽有。同时呢，能够感受到独特的异乡风情。当然，来新疆旅游最好的方式可能就是自驾，因为在新疆有很多独特的公路，比方说最美公路的独库公路，让你一天感受四季，还有风景如画的引昭公路，这些都让你见识到新疆的不一样，新疆的美丽。当你通过独库公路从北疆到达南疆，你又来到了另外一重世界，这里就是塔克拉玛干沙漠。塔克拉玛干沙漠是我国最大的沙漠，你来到这里，除了沙漠，看到的还是沙漠，还是沙子。在这片寸草不生的土地上面，有的只是漫天的风沙。尽管说被称之为死亡之海，但是呢，塔克拉玛干沙漠现在呢有了沙漠公路，就是你可以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。这个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，但是现在却终于实现了。现在呢，我就要通过这个沙漠公路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，可能在里面呢会待几天时间。以前呢一直听说过塔克拉玛干沙漠，这一次呢终于是近距离的接触到了。但是非常不凑巧的是，刚进入沙漠公路没多久，就遇到了沙尘暴，速度很快呀，几分钟就是漫天黄沙，漫天风沙，人站在那里呢，沙子往身上吹，沙子往嘴里进。我是邱平，来到了新疆，你才能够确确实实的感受到新疆的大。在新疆，你能够体会，也能看到各种环境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走一条沙漠公路，这个是穿越塔克拉玛干的。我们看地图的话，在新疆天山以南，这里被称为南疆，而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就占据了非常大的位置。前2天我们走了独库公路，就是穿越天山的。没有独库公路之前，从天山北路到天山南路要走1000多公里。有了独库公路了，差不多只有一半。那么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也是一样的。大家都知道，在以前沙漠里面没有公路的话，你从沙漠的北边到南边得绕行非常远。而且呢，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它的南北宽度呢有500来公里。塔克拉玛干沙漠被称之为死亡之海，现在有道路还能穿越，那以前没有道路的话，完全是几百公里的无人区，在沙漠里面也没有城镇。所以我们经常说，进了塔克拉玛干沙漠你是有去无回的。但是现在有了这条沙漠公路，就把那个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连接起来了。当然，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建设，塔克拉玛干沙漠里面的沙漠公路其实有好几条。不过呢，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是最具有代表性的，就是风景比较好，也可以算是第一条沙漠公路。你看，这里是一个彩门。以前呢，我还真不知道这个是彩门，以为这个就是一个标志牌，但是后面才了解到是一个彩门。塔里木沙漠公路，千古梦想，沙海变有海，今朝奇迹，大漠变通途。就荒漠沙漠有了道路，就能够畅通无阻了。沙海
死亡沙海，里面有石油，就变成油海了。这条沙漠公路感觉车非常多啊，它全长是522公里，其中呢466公里属于沙漠路段，也就是说，现在我们看到这一段起点这一块呢，应该算是戈壁，还没有正式进入的沙漠。正式踏入沙漠公路的旅程了，从起点走了差不多10多公里的戈壁滩之后，到了这边呢，已经能够看到一些细沙了。越往前走，沙漠的状态越来越明显了。在这个沙漠公路里面，没走多远呢，就看到一大片胡杨林，千年不朽抗风沙，百里长流耐碱攻，迥异生机一大地，横斜枝叶傲苍穹，说的就是胡杨树。我国的胡杨树主要是分布在西北地区的沙漠戈壁地带。胡杨树它主要是耐干旱、耐盐碱、耐严寒、耐酷暑、抗风沙、抗瓶颈，是唯一能够在大漠成林的树木。所以说胡杨林还是非常珍贵的，基本上你来了沙漠戈壁滩才能看得到。我们往往说你在沙漠里面看到了胡杨树，会感觉非常的亲切。看看这个刚进入塔克拉玛干里面的沙子，很细很细的细沙、软沙，并且呢，进来没多久就看到这里有一大片的胡杨林，这里啊也有很多人在打卡拍照。在这附近呢，还有一个胡杨那个公园，那边的胡杨树啊可能比较大。你像这一棵树啊，就非常大了，这个树木顶部呢已经断掉了，看起来感觉这棵树呢已经快死了，但是还是顽强的生长在沙漠中，因为它其他的已经彻底的腐烂了。以前这棵树跟这些应该是长在一起的。已经在沙漠公路里面大概行驶了50公里，大家看看这个天气，灰蒙蒙的，整个空中都是那个沙子一样，我感觉可能都要那个刮沙尘暴了。视频里面可能没有肉眼看得那么清晰啊，整个是灰的。然后我们看到这里啊有很多方格，这个应该是当时做的一些防沙弄的嘛，一般在沙漠公路旁啊都会有。这里呢，应该确切的说还不完全属于那种沙漠，应该属于戈壁到沙漠的过渡地带。公路就在旁边，那这里有一些那个方格，过去呢还有一些那个胡杨树以及梭梭树。这沙漠中的天气真的变化很快呀，现在好像还在下点小雨。哇，那个沙子都打到脸上来了，远处那里都快看不清了。啊，真的是沙尘暴来了！沙尘暴来了！我这是第一次看到沙尘暴，刚才还没有这么明显，我就在这里待了几分钟，而且你看，这吹的是越来越近了。原来沙尘暴是这样的，大家见过沙尘暴没有？哦，来，黄沙弥漫了，现在是。我感觉像这些地方的沙尘暴经常会有啊，甚至说有可能每天都有。这里还没有进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那个中心地带，都这么严重。如果到了中心地带，怎么办呢？这个就是沙尘暴。我后面了解得到，这种沙尘暴呢，还不是最严重的，只是说轻微的。如果是碰到那种严重的沙尘暴，视线呢可能1-2米都看不到。现在呢，我们还能看到一些货车在这个沙漠公路中通行。不过这种轻微的沙尘暴都这么恐怖，更严重一点的沙尘暴，我感觉是会更吓人。自从这个沙尘暴来了之后，我身上马上全是细沙，脸上、嘴巴都是。你只要一张开嘴呀，满嘴能够进入沙子。看到这种情况呢，我就马上继续前行，因为确实不能在这个沙尘暴里面待太久了。说了这么久的沙漠公路，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。我们今天走的沙漠公路是新疆第一条沙漠公路，从
轮台线到民丰线，全长522公里，1995年9月份建成通车。它是世界上在流动沙漠中修建的最长等级公路。其实在这个塔克拉玛干当中有好几条沙漠公路，第2条就是阿拉尔到和田的公路，长度424公里，第3条是阿拉尔到且末塔中镇公路。这个塔中镇呢，其实是好几条沙漠公路的交汇点。我们等一下呢，还得去那个塔中镇住宿一晚，因为一天是穿越不完这个沙漠公路。遇到沙尘暴不久啊，我们就在路边看到了水井房。整个沙漠公路呢，全长是520多公里，其中呢，沙漠路段460多公里。在这个沙漠路段呢，分布了108个水井房，起到什么作用呢？因为这条公路啊是修在沙漠里面，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世界上第2大流动性沙漠。我们刚刚看到沙尘暴在路面上呢就已经有很多沙子，所以呢，当时建造者以及我们国家呢，为了保护这条公路啊不被沙漠侵蚀，就在公路的2侧啊种植了很多防护林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沙漠这个地方非常干旱，又不下雨又缺水，那么这个防护林呢就得一直有人维护，所以呢就在这个沙漠路段的沙漠公路建造了很多水井房，差不多呢4公里一个。就这样一个水井房呢，管理前后2公里的防护林，进行浇水，进行其他的事项的处理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水井房是0号，前面一点呢就是01号，因为那边不好停车，我就直接继续往前走。0号水井房塔里木油田，因为这个沙漠公路呢是由那个塔里木油田分管的，所以名字也是如此。这就是公路啊，这就是防护林。你比方说，如果没有防护林，旁边的沙子啊会随着这个风直接飘到这个路面上面，但是有防护林就不会了。所以这个防护林的作用啊是非常大的。我们现在就往前走一走。这个沙尘暴来得快，但是去得慢。我们看一下，我抓一把，这个现在是风啊，你看这个风大不大？这个防护林跟我们经常看的一个古城啊一样，它是有好几道防护的。第一重是靠近马路，这些应该都是梭梭树，而且是很大的。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梭梭树不大，这里的梭梭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呢？因为有人看管，有人呢每天都在维护，然后这里呢还有浇水，所以说才能长得这么好。这呢是第2道，第3道呢是这种那个方格芦苇，这个是治理沙漠、防沙固林的一个重要举措。这个是一个伟大的发明。然后最后一重呢就是梭梭树靠近沙漠，所以总共呢是4道防护组合而成，相当于呢把那个马路啊和沙漠分隔开了。这里估摸着有100米，那么道路2侧呢有200米，加上道路10米，差不多210米左右。这个防护林外面就是沙漠了。我还看到有车轮印，可能有些越野车会开进来，但是一般的车肯定就不要开进沙漠了。现在啊，吹得我满身都是沙子，我嘴巴也是沙子。大家看看沙漠的场景，这里呢就是被称之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。你看看，风是非常非常大的，吹得我现在眼睛都疼。这里呢，沙漠还有一些零零散散的那个梭梭树等等。那么，如果再往深处走的话，肯定是没有的。有些人可能比较喜欢沙漠，喜欢走进沙漠游玩，但是在这个死亡之海里面，大家尽量不要尝试。你可能走200-300米没事，但走远了很容易迷路了。在沙漠里面是没有方向感的，因为看到的都是沙子，而且呢，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一个流动性的沙漠。这个就是防护林，看起来非常壮观的，相当于是在沙漠里面的一片树林。
这个防护林不是几公里啊，是差不多400多公里啊。所以想一想，我们祖国的伟大，我们祖国的建设者的厉害，同时呢，也得佩服、感谢他们这些水井房的工人。基本上每个水井房啊都是有人居住，有人在这值守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去这些水井房看看，了解一下。这些就是水井房了，应该是有人在这里生活，然后他们用电呢属于太阳能。可能很多人会奇怪，外面不是有电线吗？怎么不弄电进来呢？因为这里水井房太多了，108个，每4公里就有一个，所以呢不太好弄。而这个沙漠地方呢，阳光充足，他们就用太阳能，储存电，然后在这里使用。这里现在可能没人在，不知道是不是去地上劳作了。这个水井房我没有看到人，可能是出去维护树木了。于是我又往前走了几十公里，终于碰到一个水井房，有人在。刚好是一位大叔，他向我们介绍，这108个水井房啊，几乎都是一对夫妻在值守。久而久之，大家都叫它夫妻水井房。他们大多数来自四川、陕西、湖南和河南等地。为什么会是夫妻呢？因为你一个人来这里的话，非常困难，不熟悉，所以说一般就行不通。像这位大叔，他在这里差不多12年了，有一些呢可能已经有16年，也有一些人来到这里，第2天又重新回去了。因为这是沙漠，不是像我们南方到处能看到人家，到处能看到房子。但是这里呢，你基本上生活在沙漠里面，工作在沙漠里面，就像我们常说的面朝黄土，在这里呢是面朝黄沙，而且在沙漠里面呢经常有沙尘暴，所以确实呢相对来说比较困难。并且呢在这108个水井房，有一些地方呢有信号，有一些地方是没有信号的，所以呢没有信号的地方对外沟通不方便。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面，干旱少雨，昼夜温差大，所以很多人不习惯。还有一点呢，他们的生活饮用水是由其他地方给他们送过来的，就基本上一周送500公斤左右的生活用水，他们用来洗澡、喝水、洗衣都得靠这些，不像我们家里有自来水、有热水器，这里呢是没有，所以他们这个地方的水呢基本上是循环使用。所以可以这样说，他们这些水井房里面的人是生命禁区的守律者、守护者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水井房呢，有太阳能设备，那么其实以前呢，有一些呢还没有太阳能。这里总共是108个水井房，第一个水井房呢，它离县城相对来说近一点，他们去县城往返的话得5-6个小时。假如说你到了深处的水井房，那往返1天都可能不够。这里为什么叫水井房呢？是因为在沙漠公路沿途专凿了100多眼水眼井，那么有房子在这里呢，就叫做水井房。每个水井房呢，通过抽取地下水来对这个防护林进行灌溉，主要采用的是滴灌形式的。那么这些工作人员呢，一是维护这些防护林，另外呢是定时把这个开关打开，让这些滴灌开始运行，所以我们才能看到这个公路两旁的这些防护林梭梭树长得如此之好。我刚才听他说啊，整个这个沿线108个水井房啊，很多人都是坚守了差不多10年以上。他们这个地方呢，大概是看管这些防护林是8个月，然后呢剩下的4个月主要是看那个水井房旁边的设备，他们的工资待遇就不一样了。看管这些防护林、管理防护林，他们的工资呢是2500，而到了冬天看设备的话就1400，相对来说不是太高啊。以这么个待遇在沙漠中坚守，也确实是佩服他们，向他们致敬。平凡的工作造就了不平凡的事情，他们相当于也是在管理和治理沙漠，因为这个是防护林嘛，能够长成这么样子，肯定也是他们立了大功劳的。
尽管说有滴灌，但是他们每天要把那个阀门打开嘛。向这些前辈们致敬啊！明显的看得出来，这个沙漠公路不是一次性投资，每年的运行成本可能达到上千万元，运行了将近28年的时间，总的投资达到数百亿。沙漠公路还不仅仅只有一条，所以说在沙漠建公路非常不容易。了解完了水井房的故事，我们就继续前行，来到了沙漠中唯一的小镇，真的是几百公里就一个城镇的存在。那么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向大家介绍一下沙漠中的小镇，以及呢我会去沙漠中徒步一小段。